网传马云的座驾是一辆裸车价1070万的迈巴赫 62S， 有钱人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。我对钱没有兴趣。截至2021年7月7日，阿里市值 4.4 万亿港元，而腾讯市值高达 5.2 万亿港元，力压阿里一个百度。我们老是说 BAT 三足鼎立，但大人时代早已变了，腾讯身家远超阿里百度。那么来自普通家庭的小马哥平时都是开什么车呢？根据资料显示，小马哥人生第一匹座驾是第4代大众 Polo， 历史上第一匹 Polo 推出的时间是在1975年，是大众系高尔夫之后推出的第一款紧凑型两厢轿车，而这款车当时在德国简直卖疯了，在同类型的车型里销量常年位居榜首，大家都叫它神奇小子。2002年，第4代大众 Polo 正式推出，这款车也在同年被上海大众引入国内，发行价在10万至15万之间，国内销量相当的好，所以很多80后观众看到这款车可能就有印象了，因为这辆车的车灯过于突出和特别，我小时候都叫它4眼小胖子。不过小马哥并不是大众的忠实粉丝啊，终究是错付了。2002年的时候，小马哥的 QQ 业务做得还不错，公司早已突破1000万的利润。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马化腾很快就投入沃尔沃的怀抱。马化腾的第2辆座驾便是来自沃尔沃的 S80， 一款主打安全性能的商务车。这款车当初可是沃尔沃的旗舰车型，搭配5档自动变速箱，车身长4851毫米，排量 4.4T， 最大马力315匹，在当时的售价高达70-80万，这个售价完全不输给一众德系豪车。2002年的时候，国人眼里的豪车要么是奔驰，要么是宝马，有钱人就该买这个。但殊不知沃尔沃这个小兄弟的底子一点不输 BBA。沃尔沃 S80 的内饰风格虽然是简单明了，但用料却一点也不妥协，后座还搭配了车载电话。当年要是车上有这一配置，说出去可有面子了。S80 也是沃尔沃的一个里程碑作品。在这辆车上，沃尔沃一改以前呆板保守的刻板印象，融入了很多圆润和多边形设计，年轻时尚了不少。小马哥当年买这辆车出行，还是走在时代潮流前线的。不过沃尔沃车主购买的核心理由还是看上了它的安全系数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沃尔沃的安全性一直是世界领先的。今天我们坐上车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系好安全带，谁要是考科目2不系安全带，直接就给下课了。这不得多看几个小时的安安教练直播间。3点式的安全带最早是用于飞机上，几年后由沃尔沃首位安全总工程师发明的车用3点式安全带正式问世。第2年，很快沃尔沃便在亚马逊120系列和 PV544系列车型中搭载了这种安全带。当然，后项是儿童安全座椅，主动式安全头枕也是沃尔沃最早设计推出的。小马哥把沃尔沃 S80 纳入麾下之后，又入手了一台沃尔沃 XC90， 可以说小马哥对沃尔沃那是情有独钟。当然，这2款车型的定价都没有超过100万。和一众互联网大佬相比，手握王者荣耀这一金山的马老板低调的有些难以理解。不过这本身或许和小马哥自身是广东人有些关系。广东人除了喜欢吃福建人以外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低调。别小看在广东穿人字拖白大褂的老爷子，你压根猜不到他旗下有多少栋楼收租。小马哥年轻时一起打江山的战友张志东，我们今天用的 QQ 这个产品最早架构全是张志东一人设计的，手持2亿多股腾讯股票，妥妥的1000亿身家，现在也才开一辆10几万的大众新宝来。不过马化腾他爸对豪车的热爱就更多一些，在95年就开上了奔驰 S500，那时老爷子每周都开着自己的豪华奔驰去腾讯公司帮忙做会计，让盐田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来干财务这种辛苦活，这就是普通家庭的实力嘛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把马化腾买车的时间和腾讯发展阶段捋清楚，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点。腾讯是在1998年正式创办，当时的小马哥还是羞涩文静的儒雅书生。他和张志东创业时，一开始的规划是3年时间团队扩展到18人，觉得 QICQ 做得再大，用户数也就撑死10万人。但没想到 QICQ 刚推出9个月的时间，注册人数就超过了100万，6位数的 QQ 号都不够用了。虽然腾讯的用户多，但这个业务本身不仅不赚钱，反而让腾讯操碎了心。整个团队最怕服务器滴滴的响，这意味着又得花钱扩容服务器了。公司只剩下1万现金的小马哥不得不跑了4家公司去谈判，打算把 QQ 卖出。不过当时的企业哪看得懂腾讯的潜力呢？只能提出按照固定资产来折价腾讯的市值。你有多少电脑，多少桌椅板凳，你这公司就值多少钱，报价也才给到60万。马化腾当时找上如日中天的互联网大佬张朝阳，本以为可以获得互联网教父的认可，结果张朝阳直接吐槽：“你这个活我随便找几个大学生做的都比你好。”
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当时的我你爱答不理，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。现在收获的市值连自己旗下一栋大楼都不如，合着资本市场觉得我这个生意还是一种负资产。这里开个玩笑，不过还好当时腾讯没有卖，如果60万就把腾讯打包卖出了，那这笔钱即使算上通货膨胀，大概也没有小马哥起名后的沃尔沃贵，这我都不敢想。也就是说，整个腾讯集团当年也就值一辆沃尔沃的旗舰车。另一个时间点也很有意思，第4代大众 Polo 是在2002年引入国内的，而小马哥购入沃尔沃 S80 的时间也是在2002年，两辆车购入时间间隔不是很大。看来小马哥在入手大众之后，发现开得不顺手，转头就订了一辆沃尔沃。不过对于马老板这种世界富豪榜排名都很靠前的人，想买豪车只需要什么也不做，发呆几秒就能赚一辆。不过小马哥手里的另一台车倒是很值得一提，那就是蔚来发布的超级电动跑车蔚来 EP9。这辆车最近也是在网上小火了一把，刚以1分26秒的成绩刷新浙赛最快圈速的记录，搭载4台高性能电机以及独立变速箱，最快时速高达313公里每小时，最大马力1360匹，200公里的加速只需要7.1秒，妥妥的性能怪兽。不过这台车的指导价高达148万美金，折合人民币1022万，而这辆车不是有钱就买得到的。这辆车的首批车主都是蔚来汽车的主要投资人，除了小马哥以外，还有雷军、刘强东、李斌、理想、张磊等一众巨佬。前段时间雷军刚宣布造车之后，网上就有一张雷军和一种电动车领域大佬的合照流出，这张照片拍摄于第32次华夏同学会正式聚会。网上也调侃，中国要造车的全都到位了。蔚来 EP9 的首批车主里，除了东哥外，也纷纷出席。讲到这个，搞得像东哥被孤立了一样，难道东哥就没有造车的理想，不想做车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只能说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造车盛宴中，东哥是低调不做声的一个。京东在几个月前便敲定了与天际汽车的合作，新推出的定制 SUV 也很能打。当新能源的概念从无法被社会主流理解到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风口，越来越多的玩家带着自己的筹码做上了赌桌。而未来新能源市场的格局究竟谁能笑到最后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这里是三驱兄弟，想知道更多大佬开什么车可以关注我，告诉你更多汽车背后的故事。